王阳明有一句话是泄露天机的，他说：除了人情事变，则无事矣。喜怒哀乐，非人情乎？自是听言动，以致富贵贫贱、患难生死，皆事变也。事变亦只在人情里。怎么理解这句话呢？王阳明的意思是，我们经历的所有事情，都只是感觉和体验人情的变化而已。这看起来像是跟名利和得失打交道，但其实我们一辈子都在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感觉而已。就像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失恋，实际上不管是恋爱还是失恋，本质就是一种情绪，因为情感也只是情绪的一部分。当你失恋的时候，首先你会体验到失去的痛苦，人性也非常厌恶损失，然后你会体验到挫败感，以及怀疑自己不够优秀。这个时候你已经陷入情绪，如果你处理不好这种情绪，它甚至会影响你的事业前途。从古至今，为情所困、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的人多不胜数，本质上就是处理不好情绪。很多人会说，等我闲下来，等我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或者等影响我的人和事情都消失，我就好好的修身养性。然而事实是，你全部的世界就是你的所感所想，你当下的所在就是你的修行道场。所谓修行，不只是让人平心静气的心理按摩，而是应对世间万物的基本操作。这个操作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。人人自有定盘针，万化根源总在心。却笑从前颠倒见，枝枝叶叶外边寻。身之主宰便是心，心之所发便是意，意之本体便是智，意之所在便是物。其实大部分人读的知行合一都是假的。下面我要讲的知行合一非常重要，甚至可以影响你的前途命运。我要求你反复多听几次。还有，我的内容比较敏感，随时可能被下架，且看且珍惜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文字是打醒一个人成本最低但见效最慢的方式，而经历灾难是打醒一个人见效最快但代价最大的方式。你看，王阳明半辈子没有悟透的东西，结果因得罪了宦官刘瑾，被打了几十大板，贬到贵州龙场驿站。而后的某一天晚上，突然顿悟了。他到底顿悟了什么？其实王阳明是发现了人的脑子里类似潜意识的东西，对人的行为和前途命运有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。我之所以说是潜移默化，就是因为很多自己坑害自己的事，你是不自知的，也就是大部分人在社会上都处在一种昏迷状态，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。好了，想要真正理解知行合一，我们需要通过潜意识来解释这几个字。首先，什么是潜意识？就是知行合一的第一个字，知。它不是你买本书来看，或者报个班学习的那种知，它说的是真知。有一个国外的纪录片专门讲潜意识，我已经打包好了。它里面讲，人的意识所占的面积远远小于潜意识。里面有个镜头，就是几个织毛线的大妈，她们一边织毛线一边聊家常，丝毫不影响她们打毛衣。也就是说，整个过程是不假思索的，能听懂吗？所以知和行之间是没有延迟的，它不会占用大脑的算力。如果你懂一些电脑知识，你就会知道 CPU 里面的1级缓存、2级缓存，它的作用就是极大提高运算效率。而人的潜意识就类似这个过程，就好比你吃饭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蟑螂，你会立马感到恶心，你在看到蟑螂的同时，立刻就已经恶心它了，而不是看到过后又起了个心思去恶心。知行合一不是叫你知道了去做，不是说把知和行统一起来。王阳明他是在描述一种状态，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事物。就好比我朝你眼睛做出一个挥拳的动作，你不假思索的就会闭眼和闪躲，这就是知行。上面说的是浅显的，如果你能够听懂的话，我接着说更深层的。比如你的大脑晚上知道该劝你睡觉了，潜意识那个真知这时候就会跳出来反对，因为他想再熬一回夜来满足欲望。最后你会发现大脑说了不算，还是得有潜意识这个真知做主。
结果就是很晚才会睡着。从商业的角度来看，想要人们购买产品，同样是要绕过人的理性，直击潜意识。所以，研究潜意识就是研究人。当然，我这里用的潜意识只是一个很接近的概念，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。真正这个东西其实属于佛家讲的莫奈识，它是掌管每个人的我执，也就是除去眼耳鼻舌身意6识之外的第7识就是莫那识。而第6识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最后的这个意，就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个以为的知，就是知道抽烟有害健康，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好，知道多读书好。但是这个第6识是受莫内识影响的，自己根本做不了任何决定。莫内识只执行人类的我知，就是那些贪嗔痴慢疑的人性。所以王阳明讲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。前一句说的有善有恶意之动，这个意讲的就是个人的分别，产生了每个人的我相，于是产生了善恶。后一句说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也就是说你要让第7识，也就是莫内识，真正的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才是良知。比如这个莫那识，我们现在姑且叫它潜意识，它本身不知道跑步对身体好，早睡对身体好，读书对前途好，所以你要修它，修完它就是心随心动，一切你想干的事就能干成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操作中意识到早睡的好处，潜意识就会逐渐形成，反复实践你需要做的，在过程中尝到了好处，大脑神经就会强化这个行为，成为莫那识。就像吃饭睡觉呼吸这些事情都已经是知行合一的状态了，你觉得做起来难吗？所以王阳明的心学修的就是这个心，这个莫奈识，潜意识是可以改变的，也就是要治良知。它可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那个良知的意思，而是说能够达到满足我们本心，能够满足我们本源心的那个真知才叫良知。当你吸收消化了这些概念，现在你看来的困难做起来就会像呼吸一样，人做到心随心愿，事情就会引发质变，必然引发境随心转，这就是所谓的龙场悟道。所以王阳明的心学实际上是改命的东西，毫不夸张地说，王阳明的心学就像人生的外挂。